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8月17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8月16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935，收盘价是919.69。在盘中，它的最高价是到达了944，最低价是在908.65。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36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收在了各条均线值的上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2937.88万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98 倍，量平。KD 值开口增大，双线是继续上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上行的走势中。MACD 开口不变，双线纠结，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与前一个交易日等量的微小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多头的走势中。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8月16日生成的这个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红 K 线，是一根下跌的 K 线。它的特征是实体部分的涨幅小于 2.5%， 留有上下影线，但是上下影线的长度不超过实体部分的高度。那它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回档后，然后在上行的行进中，在一个相对较高的位置。那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出现一个含上下影线的小红 K 线，这说明多空双方在当日出现了上下的拉锯。也就是说后续要注意股价的转折向下。好，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8月16日股价的预测。那第一个可能呢是出现上涨，收盘在976。那它的条件呢，当日必须要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然后盘中股价是不能低于927的。那第二个可能呢是高位横盘，收盘在934附近。实际在8月16日收盘价是在919.69，出现了横盘。那虽然这个收盘价919和我们预测的第二个可能收盘在934，在数值上相差很多，但是其性质是相同的，也就是说股价在当日出现了横盘。那我们刚才从 K 线信息的解读说当日出现了多空双方的拉锯，那股价呢是有转折向下的可能的。所以呢，我们先来分析股价的下行。好，那股价下行的目标呢，依然是要跌破20日均线值和下方的水平线，也就是838。那20日均线值在8月17日我们测算是在869到872之间，在这个区域。我们把这个水平线上移，这个水平线的位置是我们在前一期视频预测8月16日20日均线值的上限。那我们把它提升到872。那872是我们测算的在8月17日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的上限。好，那么我们继续向下看，说如果股价
在后续跌破了20日均线值，那么下方的目标一定是837，那么也就是838。那么跌破了下方的838呢，股价会转为叫空头的趋势。那这些内容呢，我们在前几期视频都已经做过多次的描述。好，那么我们现在要关注一个点，就是股价在下行的走势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在20日均线之上方是有很多支撑的。比如说我们会看到有前低，有当日新生成的200日均线值，下方有这样的一个缺口，然后我们会看到还有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那这些支撑将会生成一个很宽的支撑区间，当然这个支撑的力度也是很强的。那么这个支撑的区间呢，我们测算是在890到911，在这个范围内。那我们现在在890，也就是这个比较宽的支撑区间的下限890，我们加一条水平线。这个水平线呢，我们要把它定义为红颜色我们要把它看作是一个警戒线。那上方的这个支撑带很宽，当然支撑的强度也很强，但是股价一旦跌破了这个强支撑，那一定会有很强的向下的力量去测试下方的20日均线值，也就是这条水平线872。好，这是股价的下行。那我们再来看股价上行的可能。那现在股价对于8月17日来说，股价的上行的目标就是前高944。那我们回顾一下之前的视频我们曾经多次提到过我们会看到这一波下跌然后上涨，也就是这一波上涨的目标就是945。我们会看到是在5月5日这个起跌的红 KK 线的最高，也就是下跌到低点之后开始上涨，那么这一波上涨它的目标就是945。那这些内容我们在前几期视频也是多次说明过。那好了，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圆弧底已经形成，现在呢到了一个关键的突破的位置。那我们也会看到分别股价在8月4日和8月16日两次测试了这个945。那所以呢，对于8月17日来说，那是非常关键的。也就是说，我们要观测股价是否能够站上这个945。那现在我们把这个水平线向上调，那我们调到945。好的，那也就是说，在后续股价如果能站上945呢，将会建立新的上涨的目标。那上方就是突破这个1号趋势线，和当然在突破1号线之前还有一个1000是阻力位。那这些信息我们在近几期的视频也都曾经做过重复的说明。好，那我们来总结一下，对于8月17日我们要关注945这个关键的压力位，如果能突破这个压力位，那么股价将会继续有上涨的行情。那下方我们要关注的是872，也就是这个20日均线值。那20日均线值如果是被跌破呢，股价将有下行的走势。那后续再跌破838呢，股价将转为空头的趋势。那在这里我们还要强调一个水平线，就是890是作为警戒线，
也就是这条线如果被跌破呢，那很可能会回踩20日均线值。那当然我们在这里再补充说明一下，如果说股价跌破了这条警戒线，然后回踩了20日均值，如果20日均值能够支撑住这个股价，那我们可以说后续股价继续上行呢，实际上如果回踩一下20日均值，对股价后续的上行会非常有利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8月17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当然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前高944，然后是上方955，我们在前一期的视频也给出过，是5月4日 K 线的最高，我们愿意给出一个955，然后上方是1000，再向上就是当日 K 线和1号趋势线的交点是在1074。好，下方的支撑我们刚刚说了，这是一个很宽的区间，我们依次来说。那有前低是908，然后是当日新生成的200日均线值，我们测算是在907附近，然后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901到911之间，在这个区域。然后下方还有一个缺口是900到903，因此我们把缺口5日均线值前低和200日均线值将它们合并，那第一个支撑区间是从900到911之间，在这个区域。然后接下来的一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那10日均线值就是890到895，在这个区域。当然我们会看到这个警戒线就是10日均线值的下限。好，再接下来的支撑就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在869到872之间，是在这个区域。再向下就是838水平线。当然我们会看到125日均线值也在这个位置。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我们给出8月17日股价的预测。我们预测2个可能，第一个可能股价是会出现上涨。那股价如果出现上涨呢，它应该是一个高开盘，然后呢股价最低会回踩到915，最高会到达952，收盘会收在950附近。那出现这样一个上涨呢，是有一个条件的，也就是股价在盘中是不可以跌破911的。911就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上限。也就是出现上涨的条件是盘中股价不能跌破5日均线值。好，第二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横盘。那如果出现横盘呢，它将是一个低开盘，然后呢股价最高会到达920，然后最低会回踩到878，在这个位置。然后收盘会收在902附近。好，这是第二个可能。那在这里我们要补充说明一下，就是如果股价在后续，或者说对于8月17日当日，如果上方不突破944，下方不跌破20日均线值，那么股价会在这个区域内进行横盘。这个横盘的区域就是872到944。
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8月17日走势的分析，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